这个在 ERP 的系统里面都有这些相对应的流程。那这些正流程的模组呢，以及逆流程的模组呢，都有机会可以在 WMS 这样子的库存管理系统里面去实现。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把这个 WMS 的系统再拉出来讲呢？因为一般在 ERP 系统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一套叫做库存管理系统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再另外拉一个 WMS 出来跟大家讲呢？原因是因为本身这一套系统它是一个建筑在 ERP 之下的一个外挂系统。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成，欢迎来到工程幼幼班。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 WMS 库存管理系统。那库存管理在工厂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就要讲到与它职能相关的仓管这个职能开始讲起。那仓管呢是什么样的简称？这个职位是指仓储管理人员的简称。所以一般我们在讲仓管的时候，就是指仓储管理的人员。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它对于 ERP 系统以及我现在要讲的 WMS 系统，它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首先呢，我们会先进行收料的一个动作。那收料在 ERP 系统里面呢，其实它就有对应到好几种的单据。那有哪些单据呢？第一个，我可能是因为下了采购单之后，所以我需要做进货，那我会根据采购单去进行收料。那这个是第一种来源单据。那第二种呢，是指我要做委外加工，发出去之后呢，那再回来到工厂的内部，那这个时候我的来源单据呢，就会是委外加工单。那第三种呢，可能是来自于厂内的加工单，厂内的指令发派到生产线现场，然后加工完成之后呢，会再回到仓库里面来。那在有些 ERP 的系统里面呢，它需要再重新做一次的收料作业。那收料呢，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收料在后面呢，其实还会有一个检验的机制。检验 OK 之后，假设我们验的都是良品，那这时候才可以去做到入库的这个动作。那检验这个动作呢，在工厂里面呢，还会有一个叫做品保的职能去进行这样子的工作类别。那检验的部分呢，我们改天再跟大家详细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呢，先 focus 在仓管的职能上面。入库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因为收料完之后，这时候仓管会把物料准备要移到仓库的现场去存放。那这时候入的地方呢，是不是正确的仓库别或者是储位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东西该放哪里，就是由入库单这个模组去执行的。接着呢是领料，那领料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张支领工单，然后呢需要把我们的物料从仓库领到生产线，所以会有领料这个模组出现。领料的部分呢，就会将我们的物料从仓管人员的手上交到由生产线人员的手上。那这样子，产线人员呢就可以进行投产，执行生产的作业。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转仓这件事情。转仓在有些 ERP 的系统呢，它会是个叫做调拨的作业。那其实意思是一样的。那它的用意呢，就是把物料从 A 仓库移到 B 仓库。那它离开的地方以及它要前往的地方呢，都是仓库。这个时候呢，它就不是去到生产线了哦。所以呢，转仓这件事情呢，本身是仓对仓的一个互相移转的动作。所以在有些地方呢，我们也会称之为调拨作业。这边括号写一下调拨作业。好，再来是盘点的部分。那盘点呢，这个作业呢比较少做，应该是说它做的频率不是很高。那什么时候会用到盘点呢？比如说像在年底的时候，通常我们在要结束这一个年度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我们仓库物料的细项盘点。但是呢，只有年底的时候才可以做盘点嘛？其实也不一定。但为什么大家都会挤在年底呢？因为就是想说年度要从第一个年度快到第二个年度了，所以中间要做一个结算的动作。但一般呢，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如果我们有 WMS 系统做导入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可以去启动，比如说像月盘点、季盘点，或者是半年的盘点。那这样子呢，会比较能够准确的去更新我们在系统上面的账务数量，才不会说我实际的物料以及我系统上面的数量呢，
它们之间会对不起来，因为我们最怕会有就是账差。那账差这件事情呢，通常呢需要透过盘点才能够发现。那发现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些盘盈盘亏的调整。那要去做这些盘盈盘亏的调整，第一个会有意见的单位呢，肯定是财务了。因为当我们的实际库存呢有需要去做异动调整的时候，其实都会去影响到我们资产的金额。那既然会影响到钱，那财务这边呢，肯定是会有比较大的反应。盘点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在有系统的协助之下，我们可以去提高它的频率，范围缩小没关系，但是经常去盘点一些就是可能会有账差的热区，那这样子呢可以减少我们盘盈盘亏的几率哦。好，接下来要讲的呢是销货。刚刚全部讲的呢都是在针对工厂内部物料的一些处理状况，那总是会把物料销出去，对吧？因为要货出去了，我们才有办法把钱收进来，所以我们把销货呢这个放在最后讲。那销货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其实就是把物料从仓库然后销到客户端，所以它会从仓库呢减少库存。那它的来源单据是什么呢？肯定就是我们的订单啦。因为我们有订单呢，所以呢会去做销货。那销货会去减少仓库库存的数量，那就会产生一笔应收账款。那当应收账款实现之后呢，就会收到一笔款项进来，那公司的现金呢就会增加。当我们这边有做收料的动作的时候，其实也有可能会有相对应的逆流程产生。所谓逆流程是什么呢？比如说像采购它的进货，我跟采购厂商进一批货进来，然后我会先做一个收料的动作。那如果我觉得这一批货不 OK， 我要退货给他，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东西叫做采购的退货单。那委外也是一样，委外工单，厂商把东西做好送进来，我觉得不 OK， 我也会用委外的退料单给他。厂内也是一样，当仓管这边收到生产线做完一批产品送过来仓库要进行再做收料的时候，如果仓库这边发现这一批产品不 OK， 他马上就发现到有一些异常了，那他也可以去做一个退料的动作，直接再退回给产线，然后让他们去走重工的流程。好，所以入库这边也是一样，当我们已经把一个东西原本已经入到仓库里面了，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个入库退回的单据。那领料本身也是一样，就是跟收料差不多你怎么领出来的，你就怎么样退回去。那在转仓这边啊，就没有什么就是逆流程的问题啊。你从 A 转到 B， 你也可以直接从 B 转到 A， 它就没有再用其他张的单据去表示。那盘点的话也是一样，就这边比较没有逆流程的问题。那销货就有了，销货有一个叫做销货退回的单据这个在 ERP 的系统里面都有这些相对应的流程。那这些正流程的模组呢，以及逆流程的模组呢，都有机会可以在 WMS 这样子的库存管理系统里面去实现。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把这个 WMS 的系统再拉出来讲呢？因为一般在 ERP 系统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一套叫做库存管理系统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们会再另外拉一个 WMS 出来跟大家讲呢？原因是因为本身这一套系统它是一个建筑在 ERP 之下的一个外挂系统。那它怎么样去辅助 ERP 系统去收集这些仓管的资讯呢？我来画一个架构让大家参考一下。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由 ERP 之下，我们有一套叫 WMS 的外挂系统去跟它做串接。那这个外挂系统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另外的硬体装置放在仓库的现场。比如说我们会有一台 PC， 一台电脑，那这台电脑呢会连接一台标签机，这个标签机呢是用来做收料印标，印出一个 QR code 出来的一个用意。当然这个 QR code 的标签本身还有一些可以目视化看到的资讯，所以不论是我们人要看物料做一些资讯的辨别，还是我们的系统设备要去读取它做一个资料的识别，都可以透过这张标签上面去做执行。所以当我们的 QR code 标签印出来之后呢，后续就可以透过 PDA 这样子的一个掌上型电脑去进行资料的识别。那这个动作呢，就是取代我们仓管人员他在资本上面做的任何库存异动的一个行为。
那这些资讯过去呢是要在仓库人员忙了一整天之后，可能在下班前，比如说可能4点钟左右，他把这些单据收集起来，然后再回到电脑面前，一笔一笔的输入到 ERP 系统里面去。那现在有了 WMS 系统之后呢，我们可以透过行动载具的搭配，比如说像 PDA， 以及我们从 PC 这边电脑印出来的标签，让我们的仓管人员透过这个 PDA 去刷取标签上面的 QR code， 然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 ERP 里面去产生这些库存相关的单据出现。那我们就不用在下班前再去补打这些单据，因为如果你下班前来不及 key 完，你可能要等到隔天再去输入这些单据，那我们的库存料况可能就会有一些时间差。那业务单位这边或者是生管单位这边，他们可能在执行一些货物或者是在执行一些库存的运算的时候，会有一些差异，那也会导致说下了一些不太正确的决策。那这样子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整个运作的情况。所以物料资讯能够及时更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边推荐已经有使用 ERP 系统的工厂呢，我们会非常建议它可以再往下去导入这一套叫做 WMS 的库存管理系统，将我们的数位资讯软体呢，从我们办公室推进到现场端。那这样子呢，可以有效去增加资料更新的速度，也可以降低因为资料时间差的关系呢所造成的一些误判。那这一集的内容就到这边啦。如果觉得这一集 WMS 以及仓管职能的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我按赞。那如果你也想要持续了解关于我们对于工厂里面各个职能以及各种系统的使用资讯呢，请帮我按下订阅，然后并开启小铃铛。那觉得我们内容做得不错的话，非常欢迎分享给有想要了解工厂知识的朋友哦。那这一集内容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